搞事业的赵丽颖是个圆规。和幸福到底什么时候离婚的问题吵了这么多天，终于在昨晚的大结局得到了答案，没离。不仅没有离婚，何幸福还从万书记手中接过了万家庄领头人的接力棒，用自己的胆识精力带领万家庄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真正从剧名到剧情都向着幸福到万家的理想结局稳步推进。对于这个结局，有的观众还陷在前面剧情的憋屈里出不来，难以接受如此突如其来的 happy ending。有的观众则为电视剧构建的美好想象感到欣慰，看着幸福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总算迎来生活的阳光。不论故事的结局如何，对于何幸福的扮演者赵丽颖来说，幸福到万家都是她职业生涯里十分重要的一部转型之作。如果说婚前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让观众看到了些许赵丽颖与正剧的适配度，那么幸福到万家作为产后复出的头一部现实主义乡村题材剧，就是一块检验赵丽颖能否长久吃上现实题材这碗饭的试金石。数据层面的成功不必再赘述，自陆贞传奇起就缔造收视女王神话的赵丽颖市场号召力仍在，各项数据表现皆属年度头部级别。而从转型的需求出发，对于赵丽颖版的何幸福，观众口碑却有些两极化。01很像赵丽颖的何幸福。幸福到万家导演刘雪松在采访中称，选择赵丽颖出演女主何幸福是郑晓龙导演最伟大的决定。他自己也说赵丽颖不说则已，说出来就很坚定，跟何幸福一模一样。赵丽颖和何幸福无疑是像的，出身河北农村的经历让赵丽颖在饰演一名农村妇女时，不仅对农活上手更快，诠释人物时，儿时身边的乡里乡亲也能成为她的参照。在理解农村的人情关系上，赵丽颖比起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演员来说，就多了许多经历上的优势。剧中的何幸福勇敢、坚韧、认死理，为保护被婚闹伤害的妹妹，敢直接抄起凳子砸得书记儿子头破血流，即使因此是与万家结下梁子，仍执着的要辨个是非对错。幸福到万家改编自小说《秋菊传奇》，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共享同一个故事模型。不同之处在于，赵丽颖的何幸福生长于富了之后的新农村，相较于秋菊前辈们的一面执着一面迷茫，何幸福虽然同样认死理，但她的反抗带有更多自发性，层层上告打官司不再是为了维护自家男人的面子。一定的教育基础也让幸福的眼界更开阔，不断的为使劲活、好好活的目标去努力、去折腾。何幸福不似秋菊那般苦，她很少迷茫，身上总有蓬勃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她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征地补偿协商无效，幸福主动向在做律师的妹妹求助，主动借助法律力量成为村里第一个具有法治意识的人。进城做了保洁后，又不断学习提升自己，向前台发起冲击，不断吸收，不断成长。正是幸福能在城里的律所大展身手，带动万家庄旅游业发展，最终成为万家庄领头人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些特质也是赵丽颖所具有的，或者说是赵丽颖由乡村女孩走向当红女星所必须具有的特质。如果没有那种不服命运安排的韧劲，没有敢于折腾的积极，或许中专毕业后的小文员赵丽颖就不会为了一次选秀机会放弃稳定的工作北上。若是只有冲劲而不愿学习，那么积极就很容易成为鲁莽娱乐圈的复杂环境里。用实力说话固然很重要，但如果鲁莽和没脑子也很致命。拿到娱乐圈入场券后，赵丽颖演了7年配角龙套的故事已是老生常谈。拿到人生第一个大女主剧《陆贞传奇》时，制片人于正说我跟她认识这么多年，她就是陆贞，她就是这么拧巴的，
其实她不是那种很楚楚可怜的女孩，就是火爆脾气。明吧，火爆脾气，多像陆贞，也多像何幸福。02钝感的何幸福，赵丽颖像何幸福，但也只是像。不论是豆瓣短评还是剧集弹幕，总有观众说赵丽颖这个女主角融入不够，形容她不像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小村姑，更像是下乡建设新农村的女干部。这种脱节感有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何幸福这个人物的塑造缺陷。剧中的何幸福同样成长于人情大于礼法的农村，却无师自通，有着超乎常人的法治意识。在要个说法的同时，还能遇上不计前嫌在事业上为他提供帮助的领导。何幸福这一路走来，励志有余，真实不足，想做什么就一定能做成，即使偶遇失败，也几乎与他的决策无关，似乎不论他走向何方，脚下的路都名为成功。这样一个现实主义题材中过度理想化的人物，难免会让观众产生割裂感。另一个原因在于赵丽颖的钝。从观众反馈来看，赵丽颖针对何幸福农村妇女身份设计的诸如爱插兜、习惯性握着双手等小动作还是得到了认可，在诠释某些重点情绪时也算得上准确，看得出来在进行个人表演时十分用心。游离感通常出现于赵丽颖与其他演员，尤其老戏骨对戏时。有些观众将其归结于赵丽颖火候不够，接不住戏，但这种局面就一定是欠缺天赋和演技吗？只能说有点关系，但也没有想象中多。早年间，因为赵丽颖在节目上说话直来直往，还得了个赵小刀的外号，这种有啥说啥的实在性子，并没有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变得圆滑。产后复出拍《有匪》时，赵丽颖还曾在微博以汉堡图名韩剧本魔改。这样的性格与何幸福身上那股混不吝的劲儿是共通的，但在帮赵丽颖得到这个角色的同时，也限制了她表演的上限。这种钝让她在接收、消化他人情绪和表达自我的能力上，不似其他演员那般敏锐。许多细小的情绪在平时就很难出现在赵丽颖身上。刘雪松导演形容赵丽颖听自己讲戏的状态是眼睛滴溜溜的转，也没什么表情，然后才开始慢悠悠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在这样的习惯下，需要将情绪展示给镜头时，如果赵丽颖自己意识到了，可能会针对性地进行处理，但在对戏、接词等复合情境中，就难以分出很多精力来专门处理情绪的外放问题。03圆规赵丽颖，由于各种各样表演上的短板，85花们在尝试转型之后，纷纷放弃这条吃力不讨好的路，选择延长古偶这条长板来维持自己的江湖地位。所以即便美中不足，赵丽颖仍是85花中最勇于尝试且成效不错的一个。不过赵丽颖也没有完全抛弃古偶，很显然，古偶对她来说仍是一张安全牌，不然她也不会将《有匪》作为自己产后复出的第一部作品，并在尝试了悬疑剧《谁是凶手》、乡村剧《幸福到万家》、都市剧《野蛮生长》3个新领域后，再次回归仙侠、古偶与凤行。如今的赵丽颖就像一只圆规，一只脚扎在古偶的舒适圈里巩固江山，另一只脚以古偶为圆心，在新题材海洋里乘风破浪。随着赵丽颖不断成熟，这个圈也越画越大，悬疑、乡村、都市、县里证据等题材都已被圈了进去。好在，相较于其他85花，赵丽颖在非舒适区里选戏更加谨慎，不单单追求题材角色上的突破，合作班底能否提供注意，显然也被列入了考核范围。谁是凶手的孙浩，幸福到万家的郑晓龙和赵东陵，以及野蛮生长的傅东玉，都是能为赵丽颖的表现保驾护航的经验型主创。幸福到万家给在新题材里乘风破浪的赵丽颖开了个好头。虽然在角色的细节演绎上，
赵丽颖还做不到十全十美，但截至目前，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的双台年关、各项优异的网播数据等成绩，都足以让《幸福到万家》成为赵丽颖杀入正剧圈、完成转型的信号，在85花中名列前茅。《幸福到万家》如此成绩斐然，让目前还在拍摄古偶的赵丽颖的下一部作品，成为观众们格外关心的问题。是将圆规的半径继续扩大，还是再将圆心的根扎得深一些？一切看赵丽颖的选择了。